我是范志毅。这真的啊，我真是搞不懂，这个为什么又让我来讲脱口秀？这14亿人里面就凑不出一个能会说脱口秀的嘉宾了吗？怎么又把我找回来了？不是来过了吗？他们说不是那个节目了，什么不是？王建国、杨笠都在。哦，转会了。啊，原来的荣誉都拿到了，该拿的都拿了，跑爱奇艺来捞钱了。听说你们4个0比4给人干了。竞技脱口秀，我跟你说，就像足球场一样，很残酷的。他们说安慰安慰，我有时候在想，我怎么安慰你们？不行就退了算了。年龄大了，状态也不行了，就可以跟我一样。不，足球也有可以学的地方。哎，下来搞搞青训，对吧？搞搞俱乐部，培养一些年轻人，完了带着他们冲出爱奇艺，走向腾飞。真的，我看你们比赛搞得蛮好的嘛。还从相声那儿找了几个外援，我认识，从德甲来的德云社甲级联赛嘛，德甲那是相声的打法，讲究团队配合。阎鹤祥在那边就没人跟你配合嘛。哦，你搭档坐上面了，当裁判了。哎，你们一定要注意啊，阎鹤祥，他跟裁判可不一般，裁判说啥他都捧啊，捧惯了。他原来啊，挣钱还分给裁判呢，是吧？这是新人，还蛮强的，也正常。就是每个行业里面都有一些顶尖的啊。大家知道吧？去年有个电视剧叫什么来着？哎呦，你可以的，《繁花》里面有个新人很厉害的，谁？哎呦，不，我真的我蛮欣赏他的。这第一部戏就拿奖，年度跨界奖，这不是吹的吧？这年度跨界奖很难拿的。你告诉我，这胡歌、唐嫣能拿吗？他没有这个资格。说白了，我这个剧本来不想接的，我又不是这个行当的，到时候给人家添乱，我都不知道怎么弄法了。所以繁华剧组找到我，我就拒绝了。我说我不会演戏的。对面说范老师，我们了解你，你能演。我说等会儿，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我一个踢球的，不搞假的，从来不演戏。不要演，我早就进去了。没有进去别的剧组了。但人家很有诚意啊，人家一直邀请我，王导后来来了，人家真的不愧是大家，蛮会说话的啊。说，范老师这个角色呢，跟你性格很像，脾气很火爆，爱骂人，你不用演，做自己就可以。我就问他，那时候我可以说脏话吗？不可以，那我怎么做我自己呢？所以这个角色不好演的，它是有层次的。王导选中我，那个眼光真是不得了，知道吗？肯定是吃了京都念慈庵、叶黄素之软糖，眼镜不干涉，看人就是准。大家都知道王导要求很高的，一个镜头来来回回不拍个几十遍，大哥你是知道的，王家卫导演。是。我跟你说，我拍的时候从来没有超过6条，因为。为什么知道吗？台词少。哎呦，我就看着那些专业演员，哎呦，20、30条都不过，着急啊！我都想冲上去指导一下，但我一想不行，外行指导内行不行。这在我原先的老本行里啊，我就见过，行不通啊。
后来在想，做什么中国要有什么样子，玩要有玩相，做要有做相。大家知道我拍那个武哈拍综艺，最开始的时候去，哎呦飞行嘉宾，但我努力表现啊，后来就常驻了。哎，这个不用想，我进了首发阵容了。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就是怕我表现太好了，这个节目非要把我留下来当常驻。我很忙的，我通告很多的，我是没有时间的。这个月也就20、21、22 3天有时间。那你们听懂了吧，导演？最后啊，我得说一下，大家今天既然是来比赛的，我就觉得首先是好好比，尽全力。节目说，哎，鼓励鼓励这些年轻的选手。要我说啊，这些鼓励的话说了都白说。说完以后啊，你能赢到好了，那关键还得靠自己。我觉得，啊，如果说是要鼓励的话，我肯定不会先鼓励你们，肯定不会鼓励你们，我先鼓励国足去了。我说了，我去了啊！谢谢大家，我是范 C。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哎，谢谢，我是小鹿啊。我最近呢结了很多婚，跟同一个人啊。我第一场婚礼呢是在北京办的，第二场呢是在我云南老家。哎，我老公呢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他家里人是第一次去云南啊。一到我们那个小县城呢，我婆婆就问我说：“小鹿，云南婚礼有什么 dress code？” 我说啊，你就 dress 到不觉得 cold， 也别 dress 的太 hot。婚礼没有穿搭要求，对他们来说非常的文化震撼了。但他们最震撼的还是我老乡吃席的速度太快了。为了保证婚礼的体面完成啊，我都提前算好了，一定要到仪式的最后再发筷子。但那天我一进场就看到有人已经吃起来了。没错，老乡自己带了筷子。啊，大意了，光想着晚点发筷子，怎么不想着晚点上菜呢？我要是晚点上菜，他们不就自己带菜了吗？吃席真的是太快了，我还在台上念誓词呢，已经有人掏出塑料袋开始打包了。我站在无论贫穷还是富有，老乡不管大虾还是猪肘。我说一生一世永相守，老乡说能带走的都带走。是谁说的老家的人生活节奏慢的？这不挺快的吗？我公婆哪见过这场面啊？一看都没有人听我们说话，我婆婆在那一个劲摇头。哦 ，This is rude。我老乡在旁边操着方言，不是rude的，是俗的。嘿，rude的我都打包了。当然，我本人也遭遇了一些文化冲击啊，在这场婚礼，因为我爸妈承担了我们婚礼的所有开支，而我公婆送出的结婚礼物呢，是一条珍珠项链，上面有且仅有1颗珍珠。叫项链都有点僭越了。当时我收到那个吊坠的时候啊，我就告诉自己，小鹿，沉住气，你的福气在后头呢。后头呢，我就收到了我老公哥嫂送出的结婚礼物2瓶香水。我查了一下，发现其中1瓶还是空气清新剂，真是送了些氛围感。啊，而我的哥嫂送出的结婚红包啊，是他们6个月的工资。哦，我老公知道之后，跟你们一样大为震撼。他说啊，天哪，他们怎么能送这么大的红包啊？我说啊，这个在中国法律是允许的。怎么在澳洲违法吗？他说不是，我说人类怎么能攒下半年的工资啊？啊，我说哈 ，This is Chinese 功夫。确实是有文化差异的。对于婚礼啊，我家人提供物质支持，他家人提供情绪价值。婚礼那天，我在台上往下看，几乎所有人都在那埋头干饭啊，都觉得婚宴嘛，吃了上顿没下顿啊。只有我婆家那一桌人啊，睁着个大眼睛，就是坐的一群人啊，坐的跟那个小狐獴一样。看完了全程，完全没有动筷子，当然他们也不会用筷子。啊，这场是中式婚礼啊，准确的说是新中式婚礼，因为新郎没给彩礼。以后过年回我家，孩子也是跟我姓。就跟他也姓不了嘛，因为他的中文名都是我取的，也是跟我姓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按照中国的习俗啊，你这个就算入赘了。
他说啥是入赘？我说就是以后啊，你就是我爸的儿子了。他说哦，那你就是你爸的儿媳。我说啊，倒也不能这么反客为主啊。但是啊，一般人不喜欢入赘的。他说为啥？我结婚不用花钱，还成你们家里人，我爱入赘，我要多多入赘。我非常理解他为什么爱入赘啊。我们北京婚礼是我包办的，云南婚礼是我父母包办的。他一个澳大利亚的白男，在2024年成了中国包办婚姻的受益者。他当然爱入赘了，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真的是，我都好羡慕他呀！我也好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嫁给我自己啊！我好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活得那么无知无畏、无忧无虑啊！我记得婚礼那天，我爸把我的手牵着放到他手里，跟他说：“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他非常爽快地说：“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我在心想，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看着他那一脸的憨笑，你很确定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啥叫照顾啊！他理解的照顾就是一起苟活。他的照顾就是我跟他说我想吃水果，他说我也想。他的照顾就是我在厕所说没有纸了，他在外面说哦对，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也是难怪啊，所有的婚礼都是爸爸把女儿交出去，因为但凡是反过来，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要是我婆婆牵着她的手放到我手里跟我说以后你要好好照顾她，我的脑子里会迅速飘出无数个具体照顾的画面。比如他大半夜喝多了回来，躺在地上哇哇乱吐，边吐边说我爱你，你不得不大半夜爬起来崩溃纠结，到底是先收拾呕吐物还是先终结这令人作呕的爱情。比如他马上就要出差了，飞机都快赶不上了，行李也没收好，24寸的行李箱放进去几件衣服就装不进去了，要爆炸了，还说他尽力了，你看不下去了，亲手一件件收纳完之后，发现所有的行李只占了行李箱一半的一半。他看完之后不以为耻，还笑着跟你说牛啊牛啊牛啊。对了，我的证件也找不到了。当这些恐怖的画面在我脑子里飘出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吓到，甩开我婆婆的手说：“阿姨 ，No， this is rude。”好，谢谢大家。哎，大家好，我是刘仁成。我现在是在上海生活，平时出门我主要靠骑电瓶车，但我一直有个习惯，就是我不太喜欢戴头盔。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非常直观的原因，大家也能理解。不过得辩解一下，我知道不戴头盔很危险，真的很危险。但怎么说呢？肥胖也很危险，糖尿病也很危险，我顾不过来了。人生嘛，到处是危险。暂时顾不了这一头了，太胖了，生活就很不方便。比如我现在是一个全职演员，将坐飞机，我觉得飞机厕所太小了。前两天上了个厕所，印象特别深刻，就厕所里面我转不了身，非常尴尬。走进去上厕所，转不了身，但我得上厕所，我只能退出来，转过去，上这个厕所。非常诡异，在其他乘客眼里，我感觉被马桶给吸进去了，特别恐怖那个画面。就每回表演这段，说实话，特别对不起面前的观众。今天只有两位美女，她们的视角跟你们不太一样。你们呢都是观众视角，只有她们俩是马桶视角。当时我真的很小，坐不下去。就我想坐下去的话，我只能不断的把身体往下挤，就往下挤，往下挤。就当我坐到马桶上的时候，我发现我被死死的卡住了。这个时候好死不死，飞机开始了颠簸。空姐跑过来提醒我：“我今天旅客，飞机遭遇了气流颠簸，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握紧扶手。”我说：“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已经够紧了，你给我倒杯咖啡来吧，我想松弛一点。太紧了。
当然上完那个厕所，我得站起来，我花了好大力站起来。我站起来一瞬间，我甚至听到了一个声音。就当时厕所里面等位大哥都懵了。怎么，里面开香槟了？希望以后你们开香槟的时候啊，不要想起我。其实我胖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吃太多东西了。所以刚来上海的时候压力很大，上海吃特别贵。我也是重新认识了自己。就从前我总感觉我是一个很大方的人，从来不贪小便宜。来上海之后，发现我家附近有个超市，经常摆摊卖一些临期食品。说实话，有点陷进去了。哇，真的，那不跟你们想象可能不太一样，我得解释一下，它不是那种还半个月、还1个月就过期的食品，我们那儿不是的，我们那儿一般还有2天就过期，那是真的跟时间赛跑啊。同时非常便宜，原价60多一箱牛奶，现在10块钱一箱。我就发现一个东西，一旦我买过临期的它，我就再也无法接受原价的它了。这种感觉就像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未曾见过光明，更何况我见过10块钱一箱那种。自我反思吧，我觉得我这个人不够慷慨什么的，但最近我的朋友们不这么觉得。我的朋友就对我非常大方，因为我经常无缘无故请他们吃饭，没有任何原因，一进门就让他们快点吃。上一次付航来我家问我呢，说今晚吃什么呀？我说别问我，时间会给你答案。当我发现人呐，这个欲望就很难满足。一开始我很喜欢临期食品，感觉很好，最近感觉不太够了。前2天买东西看中了一盒樱桃，我问老板多少钱，老板说40。老板，咱们不是临期食品吗？怎么还要40？老板说咱们是临期食品。不是过期食品，2斤樱桃40不贵了。说实话，确实不贵了，但我已经魔怔了，我无法正常思考了。那过期的多少钱？这时候旁边阿姨看不下去了，小伙子，你有病啊？那过期的你不用买呀，你去捡好不啦？我说有道理哦，老板，咱们一般扔哪儿呀？当然说这么多啊，我说什么自己不戴头盔、临期食品什么的，大家不要误会，我觉得我是什么自暴自弃，没有啊，我只是有了新的发现。比如说保质期的东西啊，它只是最佳赏味期，食物过了保质期，它不一定会直接变质的，只是有概率而已。所以我现在在家吃饭，有点像赌博，赌赢了开香槟，赌输了开香槟。谢谢大家，我是刘成。我长得比较矮，所以出门的时候会遇见一些尴尬。我上周5坐高铁，我把我的滑板放到那个行李架里。就你们知道高铁的那个行李架，它有一个这样向上的弧线，我放进去之后就拿不出来了。就我站那很尴尬，一个男的帮我拿下来了。我说谢了哈，大哥。他转过来带着条红领巾。是个少先队员，特别尴尬。我出行还会遇见一种尴尬的事儿，就是我平时很容易迟到，但是我不喜欢早出门，我喜欢让司机开快点儿。因为我赶路赶太多，我发现在赶路的时候，如果我碰上一个男生司机，求他没有用，因为男人不享受帮男人解决问题，就我得说，我看看你能开多快。加点地域属性能够加成。说我北京来，看你们上海男人车技怎么样？但是这招对上海的司机没有用，因为上海的每个出租车司机，他都特别擅长对乘客进行预期管理。
我之前有一次上一辆车，我说：“哎，师傅，我赶高铁25分钟检票结束，我看看你能开多快。”他说：“那你赶不上了呀。”你别看我，你看时间。如果你赶路赶得很急，但是你打不到车，你就只能一点一点往上加价。我之前有一次打到过最贵的豪华商务车，那个也太贵了，朋友们。我当时坐到高铁站是普通车的4倍，369块。我的高铁票就38块。我真的不理解，就它就是一辆大奔，我觉得那大奔应该让我开一会儿。就是我觉得这么300多块钱，他单帮我送到目的地不够，我觉得我应该能开着那个车去接我女朋友下班。说宝贝，上车，你别管后排那个人。而且最关键是他还没有帮我赶上高铁。就我特别不理解豪华车这种服务，我觉得为什么这种溢价服务它只有一个美丽的外壳？就我觉得它应该真正能够满足你的出行需求。就比如说我的出行需求是赶高铁，就朋友们，我觉得他就应该特别能帮我赶高铁，对吧？我发现只有在上海，司机他们会特别擅长预期把控，因为上海的交通太堵了。其他的城市司机会更加热血。我之前有一次在呼和浩特打车，我一上车我说：“哎，师傅，我赶高铁快来不及，你能不能帮我开快一点？”他说：“你要开多快？”我说：“还有20分钟检票结束。”你把安全带系上。当时地图上显示25分钟开到，他8分钟就到了。他看到我紧张，他就来安慰我，但说的话让我更紧张了。他说：“兄弟，你别怕，我也是个独生子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有人用他的生命来担保我的生命。哎，朋友们，我觉得豪华车应该是这样子，对吧？因为我出行的需求就是我赶不上高铁，所以我觉得真正豪华车应该就这样：我一上车，里面就坐这个呼和浩特的司机，开到最快，他会告诉你他无所畏惧，他会跟你说：“哎，兄弟，没关系，我是个双胞胎。”他会给你展示那种无论如何都要帮你赶到的决心。就如果碰上堵车了，他有一个后备计划。他说：“好，现在由我们第2位司机过来接力送你。”旁边一个哥们儿上我的电瓶车。这是打车软件跟外卖软件的一个合作业务。因为没有人比外卖骑手更懂得怎么及时的把一个东西送到目的地。如果实在赶不上了，他会跟高铁站打电话。那我就先点送达喽。说什么了？哎，说什么？谢谢大家，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77。可能你们呢也看不太出来，其实我去年减肥了，瘦了40斤呢，从180瘦到140。哎呀！哎呀，每听到你们这种声音，我就特别的高兴。是这样的，就是我以前一直以为减肥之后人生会变好，但我没想到会变得这么好。最直观的是别人对我的反馈，终于开始有人夸我漂亮了。以前也被夸过，只是没有被单独夸过。他们都只是说每个女生都很漂亮。而且真的像我这种从小到大没有被夸过的人，真的完全经不起夸。刚开始被夸漂亮的时候还理智尚存，觉得啊，我应该也算是个小美女吧。被夸到后来，我宇宙第1大美女。刘亦菲，类型不同而已。那段时间真的是太狂了，太飘了。我甚至会把我所有的演出问题都直接归结于我的美貌。如果这一场演得好，美丽罢了；这场演得不好，美丽是我的原罪。至于段子内容写得好不好，那是像这样的丑东西才需要考虑的事情。冒犯了。减肥之后，我整个大变样，太自信了，甚至有一些油腻了。也是我跟我喜欢的男人表白，我跟他说我喜欢你，
他说他不喜欢我，我不信。怎么会有男人不喜欢我呢？我跟他聊了很久，他最后才终于说我配不上你，行了吧？我信了。但你们放心，我也没有游很久啊，就是那个巅峰体验很快就过去了，我的智商又占领了高地。我意识到一个惊人的事实，我没有刘亦菲好看，但也还可以。而且经过这一次减肥啊，我发现自己对美丽啊、对外貌也没有那种很极致的追求了。这个态度怎么说呢？还挺省钱的。最近有一个健身房给我推销那种高端减肥私教，我很心动。他说8000一年，人也没有必要那么漂亮。其实经常我会碰到姐妹来跟我讲，说好喜欢你的自信啊，感觉你都没有身材焦虑的。今天也给姐妹讲一下没有身材焦虑的秘诀：不承认。怎么可能不焦虑？我只是在偷偷的努力罢了。我最开始减肥的时候都没好意思跟身边的人讲，别人问我说：“哎，你怎么瘦了？”我都说啊，就不知道哎。有天早上起来突然就瘦了，莫名其妙。然后吃饭的时候，朋友会问我说：“哎，你吃的是减脂餐吗？”我都说啊，没有啊，就天生爱吃西兰花。我的朋友们还会追问我说：“那你怎么最近不跟我们吃夜宵了？”我好慌张，我都开始编瞎话。我说我最近晚上在跟郭麒麟约会了。我们不能吃夜宵了，他都胖了。哎，约会是开玩笑的啊，你不要去问他，他不会承认的。讹人。这下更难说清楚了。就是经常应该有减过肥的姐妹对吗？减肥真的好难啊，因为我后来又反弹了20斤，反弹真的好快呀。我有一个血泪一样的教训分享给你们：衣服不要扔得太早。我当时看着衣柜那个绝望的心情，就像高考之后把书撕了，发现自己还要复读。反弹压力太大了，我也不能一夜之间瘦20斤吧。而且我最害怕的还是别人发现我反弹的事情。我后来真的，我心一横，牙一咬，我想不管，我就跟别人说我140，别人再怀疑我也不认，因为我想也不会有人从包里拿出一个体重秤说，哎，今天我恰好带了个体重秤。如果这样，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说，我早上称还140呢。反弹真的好快呀。由于我一直以来在隐瞒我反弹的事实嘛，真的会有女观众把我当成减肥专家。有一个女观众给我私信，她向我虚心请教，她说我的目标体重是90斤，但是我卡在100斤，怎么都下不去，怎么办？我当时心想，怎么才能卡在100斤呢？我连140我都卡不住，但我还是维持住我那个专家的形象。我很笃定的跟他说：“你就说你90斤就行。”没有人会发现的。就像我一直说我140，其实我160，你能看出来吗？他说能看出来。但他接着说：“他说，但是谢谢你让我明白，身材不能定义魅力，胖胖的女生也有自己的舞台。”我说什么胖胖的女生？我就140哈。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好，我叫门枪。大家好，我是一个 HR， 人力资源啊，失业了，现在就只能做全职的短视频博主。职场赛道，就职场博主，你们知道我们平时在干什么吗？我们平时就是一群不上班的人，教一群不想上班的人怎么好好上班。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但是其实我也不想失业。我今天就聊一下去年辞职的经历，朋友们。去年公司新来了一个总裁，他总裁员，他裁员理由也很离谱，我无法理解。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门枪，你去帮我把阿曼达给裁了，因为阿曼达性格内向，阿曼达是个财务，我觉得财务还是性格内向一点比较好，因为如果财务很外向的话，老板很有可能进去。
你让阿曼达怎么外向？大家看，这是我新做的假账，逼真吧？是不是栩栩如生？老板就说他不喜欢内向的员工，他要外向点。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哎，门呛 ，MBTI 你懂不啦？晓得不啦 ？MBTI， 多招点 E 人，我要公司活泼开心一点。E 人，老板可能是很久没有自己亲自上过班了，上班久了没有 E 人。我下班可以很 E， 我休假可以很 E， 我工作日起床我就变 I 了，我坐在工位上就是哀到要死掉，左右的同事就是挨家挨户。”艺人，他一定要艺人，整个公司就一个艺人，就老板自己。老板怎么能这么艺？他怎么能这么艺？我有一个想法，保证让所有人都开心，全公司小涨下去团建。还是老板想的周到，上了这么久的班，干了这么久的活，难得休个假，谁不想和老板好好待在一块儿呢？我感觉他不单艺，他还很寂寞，他就需要有人陪着。难怪他开公司呢 ，company。哎，老板裁员理由实在太草率，所以我也开始反思啊，朋友们，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朋友只是对待工作过于认真负责了，走入一个误区。我觉得不要这样，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我觉得应该对待感情认真负责一点，对待工作而已，玩的呀。我们知道人都是有感情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法人不是人。千万不要在职场做纯爱战士，让我们做职场浪子，就是玩，趁着年轻多玩几家公司，等到年纪大了玩不动了，找个老实老板交社保可以了。不止态度随便，我觉得嚣张一点会更加快乐。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就是我离开公司3个小时，总经理问我门枪你去哪里了？面试。总经理刚想生气，副总经理还得劝，哎，算了，员工嘛，都这样，知道回来就好啦。门枪你也别傻站着，表态，服个软。我说。对不起，又不是我主动，对方硬要我面试，我就是犯了全天下员工都会犯的错误。当然这都是幻想，现实就是老板每次让我裁员，我都下不去手，他还 PUA 我，他说门枪 HR 就是要做坏人，因为坏人的缩写是 HR。我说那好人的缩写也是，然后他就没办法，他说你要跟我共情啊，你站在老板的角度，你要跟我共情。他让我跟他共情，他一定忘记我是 HR， 我看得到他工资，很难共情。我第一眼看他工资这么高的时候，我很难过，我仔细一看更难过，那个只是税。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需要共情的，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共情的前提是要关系微微发酵，微微发酵的关系使人心情愉悦，就像统一无糖春福绿茶一样，微微发酵，缓缓生香。作为一个上海人，我可以没有咖啡，但是不能没有这瓶有腔调的绿茶，老嗲了。人和人之间是需要共情的，但是共情不能跨越物种。我觉得打工人和老板不是同一个物种，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老板，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家里养了一只泰迪叫嘟嘟，嘟嘟跟他有很像的地方，都很 E， 需要 company， 要我帮他们 make money。我觉得嘟嘟可以跟老板共情哦，他们还有很多共同点，就是提什么需求都说不清楚，生气了就只会乱叫。所以在他莫名其妙裁员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不干了，我辞职了。我跟他说 HR 不是好人的缩写，也不是坏人的缩写。此时此刻我要跑路了
HR 的缩写就是哈哈 wrong。谢谢大家，我是刘强。谢谢。我有口吃。我的印象里，我是小的时候和我隔壁的口吃叔叔学的。然后现在我在生活中还是好了很多的，然后台上还是会卡壳，有的时候是很紧张，有的时候是发现卡壳了挺好玩的。然后之前呢，为了克服口吃，我呢还去参加过奇葩说的海选。然后辩论的时候，对方也是懵了，说你说题呀、见过奇葩说，从没见过奇葩不说。然后俱乐部当时呢派了2位演员，然后呢2个都被淘汰了。我是因为辩论的时候没说题，他是一直笑我没说题。然后作为口吃，我来从事脱口秀呢，还是很有挑战的。我是鼓起了非常大的勇气，我才辞掉了电话销售的工作。就是为了做好电话销售的工作，我在说话的时候都会说的字正腔圆的，所以我能理解会有客户说你的信号不好。不过呢，我就十分的不理解，就是有的时候讲着讲着，然后客户呢就会十分暴躁说，转人工，然后还是做到了销售冠军。然后上次呢说到这的时候，然后下面还有观众插嘴说，你们公司业绩是按通话时长算的吗？然后之前呢，就是为了治疗口吃，我是去过一个口吃康复班。英文老师和我说30天可以消灭口吃，然后去了1天，我就不卡壳了。英文老师让我别说话。然后这个方法的名字叫做沉默疗法，让我30天不要说话。我这回到家了，我妈还在关心我呢，说你治的怎么样？我说，我妈在旁边说呢，怎么完全说不了啦？然后之前呢，为了克服口吃，我呢做过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我呢过去做过很多的户外演讲，因为真的很难留住观众，所以我就只好过去小学的门口讲，因为小学的放学前面半个小时，家长会来接孩子，所以这个时候去讲，他们都是跑不掉的。不过这样的演讲就会非常容易被人误会，所以呢就会显得很有教育意义。有次我在讲着讲着，然后旁边的家长还对小孩说：“你看他，就是不好好学习，所以才会出来要饭。”然后当时我就非常愤怒，我就很想要上去和他解释，我说我是来战胜口吃的。不是来要口吃的。哎呀！然后现在呢，我来从事了脱口秀，就是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呢，脱口秀让我发现我的口吃呢是个特点，所以我也是真正的接受了自己，所以呢，口吃也是好了很多。然后好了很多了之后，也是出现了很多问题。
像我之前写了很多的口吃题材的段子，然后现在只能写点新的题材的了，因为我发现，以我现在的状态讲我之前的内容，那个时长不够了。我要回去写我新的段子了，谢谢。谢谢大家，我是阎鹤祥。首先来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上来就对挑战席上的人说，我希望你们有人能一会儿站过来。为什么呢？因为一块儿 PK 的时候，跟我一块儿站有好处。你看大玲跟我站过，现在是导师；杨丽跟庞博跟我都站过，现在是魔王。赢不赢不要紧，但图一吉利。尤其新仔，你别摆手，你更应该来。咱俩代表作都一样，都是少爷和我。就是势均力敌，二人战也可以来。你们来了，我输了不丢人，大家会认为就是因为没搭档。德云社这回是组团来的啊！我们之前还有俩师弟，一个尚九熙，一个朱鹤松，我们是3个人。一开始我们还挺高兴，还研究战术啊，跟奥运会那个中长跑、滑冰一样，我们讲究配合、田忌赛马呀，战术性领先。后来头一轮给我们干下去俩，就剩一个了啊！周处除三害，改独行月球了，也很遗憾。关键我们裁判席还有人，居然还输了。可见这个比赛多么的公平公正。弹幕上写相声演员来参加这种节目是降维打击，这个不对啊！我澄清一遍，这个没有这个回事儿，大家都在一个维度，何谈降维2字呢？我在这儿也仅能代表我自己，我要是不行了，就说明相声确实不行了啊。单口喜剧咱不敢说，如果说单口相声能在这种大舞台上演出的，全国中国相声界就是我跟我师傅郭老师，因为其他的我们都弄死了。你别看现在这些选手大家其乐融融，这线下专场抢的都是我们的市场。那这要跟旧社会，那说相声的只手遮天，一家独霸，还允许你们这样？我这一时眼神，邵文主就摔杯为号了。4家里乱箭齐发，天下单口英雄一网打尽。后来我们那个工奴手啊，在天津上火车的时候给拦下了啊。天灭相声，非战之罪啊，少爷。怎么说呢？不过也确实是啊。如果在这舞台上有一天我确实真的赢不了了、输了，真能德云社走马换将再来，还真就是我师傅郭军德刚先生，啊，郭老师，啊，没办法，那太子妃不行嘛，那就捞。那输了就只能老公公上了，对不对？那亲儿子指不上。你翻历史典籍你也看得出来，杨家将都看过吧？大破单口天门阵，也是穆桂英挂帅，杨六郎统兵，杨宗保这都盯不上，你知道吗？这是我喜欢说这个单口喜剧的原因啊，因为能疏解一些负面情绪。说点我的负面情绪啊，我的负面情绪其实也有。作为一个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就是我不像我们那些师兄弟儿那么的火，你知道吧？你看我们德云社也有很多师兄弟很厉害，岳云鹏啊、孟鹤堂啊，都很火。然后也有人问过我说：“阎鹤祥，你有没有很羡慕他们？”我说：“其实并没有，捧哏演员嘛，甘当绿叶，对不对？我这个年纪了，他不是羡慕，单纯的就是恨。”其实这是玩笑，我们来源于一些呢，就是大家对你半认识不认识的一些尴尬。到一饭馆吃饭，在北京啊，老北京做爆肚的一个地方。我坐在这儿，我前面有2个男的，分别上菜以后呢，我就看见俩男的看我就议论，这就跟那个说：“哎，德云社阎鹤祥。”那个一看呢，我说这不是阎鹤祥，我跟你说就是阎，我看着不是，我跟你说是，我过去跟这2位说，我说2位是
是我，这爆肚不吃就凉了啊。凉了。还有一回，我从这饭馆出去，就是这饭馆，走到门口，这女服务员把我给拉住了。哎，严老师，那个我们后厨这些大师傅都特喜欢您，您能不能在门口跟他们照张相啊？我说没问题啊。后厨所有厨师出来跟我站一块照相，正照着呢，有一情侣从外边往里走，一女的挎一男的，这女的不认识我，看着我照相就看谁呀这是？这男的不知道，你别给人瞎解释。嗨，退休的厨师长。这还基于我们在国内大家对相声有一些认识认知。我在国外，我在美国摩旅的时候，他要是对相声对我们完全不认知，更可乐。我在美国的黄石公园，在黄石公园徒步，我有一个华裔的美国的森林警察，他跟着我。他说黄石公园有很多野生动物，黑熊啊、鹿啊，包括羚羊啊。你要怕它靠近呢，你就连续的大声的说话。我就照着做了。出去以后，美国这森林警察把我给扣下了，说我有残害动物的倾向。后来我的哥们把我给保出来了。我说我没有残害动物。他说你是不是连续说话来的？我说是，他让我说的。他说你说什么来的？我说我就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鱼。那你还不残害动物？后来我琢磨，得亏说清楚了，这没说清楚，我得给人全交代了。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到最后板鸭、筒子鸡。美国警察一看，呵，列了单子上这儿偷猎吃好东西来了。哪单位的你啊？我说我德云社的。你跟谁学的呀？我说跟我师傅学。嚯，你们这还有师傅呢？我这一交代啊，云鹤九霄，龙腾四海，一听就是黑帮啊。这带完了以后，紧跟着下一个月，大林知道，我师傅带着我们所有团体到北美巡演。但我师傅上通缉令了，这在入关的时候，人家美国警察拿着这菜单就得问我师傅：“这个蒸羊羔、蒸熊掌，这是你教的吗？”我师傅大家都了解啊，哈哈哈，我教的，后头。谢谢大家，我是严鹤强。哎，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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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史密斯，我是熊掌，我们是二人战。谢谢大家，谢谢。啊，我们就是唯一的一组漫才了啊！但我们这个漫才可能跟大家熟悉的那种风格不太一样，我们这叫话艺漫才，俩人纯聊天，真不是相声，确实是漫才啊！希望大家也能喜欢。唐僧，哎呦，吓我一跳！降服孙悟空，用了一件法宝，打一食品。开始的很突然啊！猜，唐僧降服孙悟空这个都知道，就是那个紧箍咒吗？不对。猪头肉不对，也不对。说话了吗？就不对，别走流程了，你说吧。这叫猴头菇。谢谢大家吧。我们都这破玩意儿，人人都会哈。啥破玩意儿？别说这没用的，有没有正经事儿分享一下？正经事儿啊，正经事儿。我最近在想啊，你说电视和电视柜哪个重要啊？这叫正经事儿啊！平时有想这些的闲工夫，你学学英语好不好呢 ？Hello， TV 哦 ，TV 柜儿啥玩意儿？啥玩意儿？你要问啥呀？听不懂你要问啥？我就想问，电视跟电视柜哪个更重要？不知道啊，非得选一个呢？非得选电视吧？我不同意。啥叫你不同意呀？我有没有思维和表达的自由啊？不是，你怎么能觉得电视重要呢？不，你问的吗？你不问谁想这个问题？这俩有啥可比性啊？这样我换个问法。如果电视和电视柜非要留一个的话，你留哪个？我留电视柜。问不问我呀？那你留哪个呀？我留电视。为啥呀？电视能看呢？为啥？电视柜不让你看了。谁看电视柜啊？电视柜扎你眼睛啊？啥叫扎眼睛啊？起毛刺了上边。反正我觉得你电视没那么重要。凭啥呀？电视重要，你得分什么场景啊？啥场景？假如在森林里。你留电视还是电视柜？留电视，在哪儿我都留电视。你就嘴，森林都没电，你留电视都看不了。那电视要看不了，电视柜不更没用吗？电视柜你可以砍了当柴烧取暖用啊。都在森林里了，还烧电视柜啊？在森林就是你砍树的理由啊。别给我环保上了啊！突然在这块儿，你从森林出来，
这俩都是家用的东西。没看网上有一个说法叫什么？一个房子里边放电视才有家的感觉。可拉倒吧！咋的呀？那都不属于你。啥不属于我就我的吗？你电视看的都是别人的生活，这个电视柜才是你永远的家呀。谁永远的家呀？你给我装的了还永远的家？说这意思吗？上来整了个一点味儿都没有的问题，哩哩啦啦搁这犟半天。咋没味儿呢？那电视能丰富娱乐生活，电视柜能干啥呀？没有我电视柜，你电视放哪儿啊？挂墙上，直接上墙就没有电视柜的事儿了。现在咋没事儿呢？有一天你照片挂墙上，底下不得摆个桌吗？啥照片挂墙上了？给我，那桌顶上放点水果鲜花不？那电视一直更新换代，越来越高级，对吧？为什么？不就是大家有需求吗？电视柜变过吗？再说电视卖多少钱？电视柜才几个字儿啊？哦，明白了。你也是只会用价格定义价值的那种人呗？啊，感情在你这一文不值是吧？咱不聊电视柜吗？行，聊电视柜。如果把我比成电视柜，我和电视，你留哪个？电视啊！我留你干啥呀？砍了当柴烧啊你呢？不是，你这人怎么软硬不吃呢？谁软硬不吃啊？你说这玩意一点理都没有。这样，我问你吧，假如说我去你家必须带走一样东西，你让我拿电视还是电视柜？电视柜。你这不也留电视吗？不是，我这不觉得对你好，把电视柜留给你的吗？哎，对我好，对我好，你咋不把房子给我呢？房子给你干啥？天天搁这犟这玩意儿，耽误这么长时间，一点意义都没有。咋没意义呢？所有人都觉得电视重要，只有电视的人才会选择电视柜。但是电视柜在我这有特别的意义。电视柜能有啥意义啊？就是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的电视柜是20年前我姥他留给我的。那你早说呀！我又不知道你姥呢，还在呢。在你整这出干啥呀？在你让他再给你买一个不就完事儿了？我要那些电视柜干啥呀？你这不给我拿走啊吗？谁别说话？我再问你最后一句。还问啥呀？问。你说，鲨鱼跟鲨鱼裤哪个重要啊？什么玩意儿？别说了，谢谢大家，谢谢。Hello， 大家好，我叫于翔宇。我大学真的是学哲学的。然后很多朋友其实不太知道这个专业学啥，然后很多人就拿我当心理学用，让我开导他们的人生问题。经常就是在一些饭局，就是一堆中年大哥聊他们那些怀才不遇的破事儿，聊着聊着突然问我说：“翔宇，我怀才不遇这个事儿在哲学上该怎么解决？”我哪知道？哎，大哥，你真的要从哲学的角度看，那你得先抓住这个问题的本质，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没有才华？你从来就没有孕育过才华，那你就不是怀才不遇，你就是不孕不育。但这种饭局我不想去，我又不知道怎么拒绝。人家发微信问我说：“翔宇，明天一起出来吃个饭呢？”我一边在脑子里骂他，一边手上给他回：“好的哥，明天见。”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于翔宇，你不能这样，你这样是典型的内耗，你得学着减少内耗。”我一开始不知道啥叫内耗，我就上网看了一些心理博主，看完之后真的开始内耗了。我在那个博主的主页刷了半天，内耗一点都没减少，病越看越多呀。看之前我只是一个普通青年，看完以后我现在是一个配得感缺失，没有钝感力，边界感过强，但又习惯性讨好别人。活在原生家庭阴影里的回避型依恋。之所以说的这么详细，是因为我有完美主义。这个段子但凡有一个人不笑，我就会立马开始怪罪自己，因为我还是个高敏感人。就他们这个诊断方式，你别说是我了，我觉得就算是现代心理治疗的开创者弗洛伊德去刷小红书，他也得有病。弗洛伊德刷完之后恍然大悟说：“哦，我原来不是个欧洲人，我是个东亚小孩啊！”而且这帮心理博主吧，到最后就经常把你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你原生家庭有问题。我觉得这个理由也太大了。你说我不会拒绝别人，是我爸妈的问题。哎，是不是就是因为当初我妈不好意思拒绝我爸？啊。而我觉得他说我原生家庭有问题啊，这个表述它本身就有点问题，它就是个陷阱题。因为原生家庭本身它就是不是一个好词儿，人家家庭幸福的人就不叫原生家庭，人家就叫家。
你没有见过谁跟你说哦，我这个工作是我原生家庭托关系帮我找的。最近买房了，原生家庭出的首付。我爸妈说了，在外面累了就常回原生家庭看看。常回原生家庭看看，回原生家庭看看。太苦了。我知道我唱的不好听啊，但我爸妈声音也不好听，这就是我的家庭原声。因为我觉得，就算真的是原生家庭的问题，我也很难解决。因为他那个理论说的是，你成年以后的很多问题都是小时候父母造成的，但是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事儿已经过去了，来不及解决了。小孩身处其中的时候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的，没有哪个小孩能做到一边被打，一边理性分析，一巴掌打过来啊，我原生家庭有问题啊。所以我现在就算看完这些心理学知识之后，我也完全解决不了我自己的问题。我唯一能用到的地方就是我能看出谁有问题。所以我现在在高铁上看到那种小孩在跑来跑去、大吵大闹、外放视频，父母在旁边玩手机，完全不管他那种小孩，我都不会讨厌他，我只会觉得孩子，你这辈子完了，你原生家庭有问题，跑吧，跑向你不幸的一生。别看你现在这么活泼，长大会抑郁的，还有心思看汪汪队立大功呢。抓紧看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吧。所以我是完全解决不了我自己的问题，因为你说到底啊，我爸妈不也是东亚小孩吗？所以我做不到什么事就只怪他们，我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我只能祝大家尽量少一点抽象的焦虑，没事能常回原生家庭看看。谢谢你们，我叫于小雨。大家好，我是唐湘玉。啊，这一轮是挑战赛，我特别害怕。朋友给我想办法，说你那到时候你就放狠话。谁敢挑战你，你就嫁给他。我说那不都得站起来啊？我还不知道他们爱江山更爱美人。我想好了，我也不紧张了，反正今天要么晋级，要么办婚礼。肯定都是喜事儿。大喜的日子里，咱们聊一聊父母。哇，好顺呀！我经常在段子里吐槽父母，我也问过，你们会介意吗？我爸妈很实在啊，说家里也没啥能给你的，就给你点素材吧。吐槽归吐槽，孝心还是有的。我把这些素材写成段子，变了现，就给他们买点东西。我们已经有默契了。去年我给家里买了一个高档按摩椅。我妈妈吓坏了，你又把我骂成啥样了啊？用了几天之后，我爸说这个椅子哪儿都好，就是总感觉在戳他的脊梁骨。去相亲经常遇到很孝顺的人，说希望我能把他的父母当成我自己的父母。我说你确定吗？你父母的脊梁骨受得了吗？家里也不图我什么，这些年对我就2个心愿：一，考个公务员；二，找个公务员。排名不分先后，但我至今都没有做到。我爸爸的眼睛里现在已经没有光了，他说走在路上都感觉人家在笑话他。我很想知道这个人家到底是谁家，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肯放过我爸爸？其实，在我们村里啊，最大的不孝就像我这样，30了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不找对象。我现在回去都不敢多逗留，往村口一站，那就是顶流，就是舆论的漩涡。什么单身狗已经是好听的了，据说我现在已经离过2次婚了。
更离谱的是，因为我跟黑灯关系好，说我跟一个盲人在一起了，眼神不好才看上我。黑灯下的火速澄清，我没有看上你，我都没有看见你。我妈说不行，得回来，得亲自打破这些谣言。我就回老家跟着吃了一个席。哇，那个席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审判我，那都不能叫开席，那叫开庭啊。他们那个眼神啊，就是你怎么敢的呀？你怎么敢活得这么爽？有个大爷话都说不利索了，还要坚持当审判长。他说我现在20、30潇洒，40、50肯定后悔，70、80老了瘫了没人管，几句话概括了我一生呀。我说大爷，你保重身体吧，等我到了70、80，你来管我。他说我哪能管那么远？我说但你管得快呀。回村没有治好我的精神内耗，治好了乡亲们的精神内耗。以前大家说我学习好，现在说学习好有什么用啊？以前说我考出去的，现在说考出去也嫁不出去，这还是村民吗？这不是预言家吗？那个席上大家对我的评价就分成了2派啊，一派叫读书读傻了，另一派叫读书读野了。别人是又蠢又愚，我是又傻又野，怎么听都不像好话呀。那还好没读博士，要不然就是傻野博士。我说我做不到，让大家都认可我。他们说那你是怎么做到，让大家都不认可你的？这时候我妈坐不住了，哦，她都怼了我好几下，说你赶紧闭嘴吧，我还要在这个村里混呢。就开始道歉，说我不懂事儿，非常好。别人说我的时候，他唯唯诺诺；我说别人的时候，他重拳出击。我妈就赶紧转移话题，让大家都给我介绍对象，生辰八字都准备好了。这个席突然变成了我的订婚宴，我又被包围了，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只能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不是黑灯啊。我就给他们看了王嘉尔的照片。我3姨眼睛一下就亮了，说：“哎呦，这么帅啊，这小伙子哈，这不是王嘉尔吗？他眼神也不好了。”星星，你眼神最好。我知道大家都是关心我，想让我早点遇到那个对的人嘛。我也希望这个人你赶紧出现吧，要不然等我火了，咱俩就对不上了。好，谢谢，谢谢。Hello， 大家好啊，我叫多多，我现在在上海上学。我从小到大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找原生家庭要钱。其实我家里经济条件还可以，但我爸这个人对钱看得特别重，他怕我乱花钱啊，就特别喜欢说一些夸张的话，让我产生愧疚感。每次我把我的困难和我爸说，他就要把他的困难和我说。我说爸，我想买件新衣服。新衣服得买啊，新衣服得买。我都4、5年没买过新衣服了。我说爸，我要交学费了。上学好啊，上学好。我不吃不喝也要供你上学。我心想这也不至于吧？啊，学费就几千块，把房子卖了就行。就是我爸这样说话，就会导致我每次花钱的时候压力都特别大。每次花钱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爸就趴在我背上，啊，在我耳边说话，没事儿，你花吧，没事儿，都是为了你好。就有一次我在线下刚讲到这里，就有个观众听哭了，把我吓一跳，我还以为他看见我爸了。而且我爸每次给我钱的时候，他很喜欢在我面前算账，算在我身上花了多少钱，然后一边算一边说：“儿啊。”这些就是对你的投资，你只需要好好学习，考个清华就好了。这怎么能是投资呢？这就是赌博。我有一年生日，我爸大方了一次给我钱，他说你生日可以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买了一件500块，特别帅、特别好看的新衣服，有多新呢？那是一种虚荣心。
那我爸知道之后，他就问我，他说买的衣服多少钱买的哈？我说500，他说500啊，买的什么衣服呀？那该不会是清华的校服吧？一句话就把我整难受了。我当时，其实我知道我爸挣钱养家很不容易，没有他我也不可能来上海上学，现在也不会不小心沾染上脱口秀。我现在回报我爸的方法就是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啊。我提供情绪价值的主要途径就是，我通过脱口秀赚的钱，给自己买一件500的衣服，然后我爸问我多少钱的时候，我跟他说50，我说50他就开心啊，觉得我又乖又懂事，还给我报销了。我转念一想啊，虽然我倒贴了450，这就相当于我孝敬给他了。虽然他没收到，但是他开心了，这份开心的情绪就价值450。这就是情绪价值。就思路打开之后就变得特别完美啊！我有新衣服穿，我爸也开心了。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学到的一句谚语，就买一件衣服，我出450占大头，我爸出50占小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感恩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王耀凡，我之前是一个法医，但是我从来没去过案发现场，都是别的法医打包带回来。我们在一起分析死亡原因，这人死于脑梗，这人死于心梗，这人死于谐音梗。分析死亡原因其实是相对简单的，就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很多案件最麻烦的环节是要找到死者的身份信息，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到哪里去，这3大哲学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技术问题。因为很多人他出门不带身份证，所以我经常提醒大家，就是你出门还是把身份证带上。万一临时出个差，不知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每一个小圈子里，学医的朋友一般都很受欢迎，因为他们有一些关系可以帮忙挂号。我就是个例外，就他们挂不上的号，我也挂不上。我有那些关系的科室呀，都不用挂号，他们也不想去。好在我这个专业在家里还能发挥一些作用，那一到节假日，我的爸妈都盼着我早一点回农村老家，回去杀鸡。他们觉得我杀起来更专业，找准要害，一刀毙命。也不光是我爸妈，这个我们家的鸡们可能也在盼着我早点回去，我来杀至少能给个痛快。有一次我回去晚了，我爸等不及了，自己动手去杀。一刀下去，鸡没死，跑了，满院子追，那场景简直是鸡在飞，我爸在跳。法医杀鸡真的很容易啊，就是但带娃就一言难尽的。在我家有那个人体器官模型，就塑料的，是给学生上课用的教具，但是我女儿把它当成了玩具，经常跟小朋友分享。那场景就很诡异，那几个小孩坐在一起啊，有人玩恐龙，有人玩奥特曼，有人玩肝脏，有人玩大肠，塑料的嘛。他还带去了幼儿园，幼儿园老师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家孩子带这个玩具也不是不行，但是能不能告诉他玩的时候不要把肠子掏出来？我说好的好的，老师我一定马上管教一下。我说你怎么回事呀？谁让你把肠子掏出来的？讲了多少遍了？应该先掏心脏。专业的法医应该先检查胸腔器官。有朋友就喜欢跟我探讨一些死亡的话题。他说老王啊，我抽烟这么厉害，我将来会不会得肺癌死掉？我马上安慰他，我说大家年纪轻轻的啊，你不要想以后的事情。你这么胖，应该会死于心脏病。那朋友听了觉得我有道理啊，
他说：“那我要是活的时间长一点，想活得久一点，那我是不是应该先减肥再戒烟？”那我就继续安慰他，我说：“那也不急啊，疾病的发展是有个过程的，不要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失去信心，你完全有可能死于车祸。”听到这里，大家不要太悲观，就是生命本来就是很脆弱的，尤其是在我们法医的眼里，毕竟那些强悍的生命。他也不会到我们法医来啊，所以最后祝大家一路强悍到底，啊，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然活着。谢谢大家，我是王一凡。大家好，我叫大老王，然后我现在不上班了，自由职业，最后一份工作赶上了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变动期。变得太快了，2个月换了6次方向，开会得特别认真，根本不敢走神，对吧？一直走神，哎，换方向了，感觉老板脑子就不清楚，水多了加活，活多了加活。我说你别光和面了，你也画点饼吧。变得太快，变化赶不上变化，受不了辞职了。但自由职业久了它也不好，它是2种工作状态。但我感觉我这个人骨子里更擅长上班，因为上班不一定需要真有产出，自由职业真得工作的。上班做不好，你可以怪全世界，领导不行，甲方不懂，同事脑子不好，行业要完了。自由职业做不好，你怪谁啊？咖啡不行，外卖不好，电脑脑子不好，行业要完了，怪不了任何人。不上班的咖啡也不好喝，咖啡就得配糟心事儿，配一场百无聊赖的会议，清爽；配一场扎扎实实的背锅，厚重。在一个没有任何意义加班的深夜，盯着公司的使命、愿景、价值观，苦。有个逻辑叫咖啡不耐受，我不太相信。咖啡不耐受，我认为就是老板给你上的强度不够。咖啡不耐受逻辑是喝完咖啡肠道蠕动会加速，会上厕所，所以喝5分钟咖啡，半小时厕所。这不是咖啡给你的福报吗？5分钟咖啡，半小时带薪年假，眼睛一闭倒3亚。自由职业的工作不是很多，但是反而会很空虚，很没安全感，所以我在我家里面专门弄了一个工位。每天早晨穿戴整齐坐在工位面前，打开电脑准备开始一天工作，发现没工作。我自己给自己写文档，然后艾特我自己，给自己定了 KPI， 还给自己写周报。我专门下载了个钉钉，一个好友都没有，就那么挂着，挂1天。上个月记了3次忘打卡。我跟我怪自己，我说大龙下个月可不能这样了，差点把自己优化了。我很感谢刚才这一位朋友鼓掌，这就是喜剧的意义。好难啊，现在。我这不上班我才发现的，我其实挺喜欢被 PUA 的，很充实。这生活中很少的机会能遇到那种一个貌似身价1000万的人，愿意想尽办法骗一个住在隔断人的机会。以前总觉得老板控制我，现在发现这才是我想要的。他怎么不跟别人说这些呢？他肯定是为我好啊。穷，我还年轻，累，应该的，痛是因为我在成长。自由职业完全不行，你只能自己 PUA 自己，你不能又当驴又当胡萝卜。某种意义上，现在也算创业是吧？又当老板又当员工。老板每天给员工安排工作，说大老王今天写的段子要求不高，大概达到乔布斯做手机的影响力就够了。员工起床，我吗？最近3个月在准备节目好了很多，没有那么焦虑了，因为每天你会跟导演组对接，感觉真上班了。然后，但是最触动的还是3个月前导演组给我打电话说，大老王，我们想做一档喜剧节目，想做一个中国最好的
喜剧综艺，就差你了。我说哦，就到这吧，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北。赛制很激烈，每次这种都是特别残酷。但是其实我们脱口秀演员私底下关系还挺好的，尤其是去年经常一块吃饭、抱团取暖什么的。一块吃饭互相安慰，然后经常吃饭的时候就聊天嘛，聊着聊着没人聊的就聊点去年特别流行那个 MBTI， 你知道吧？有人就问我，他说小北你是什么 MBTI？ 我说我没做过。他说你不用做了，你就是快乐小狗，你就是快乐小狗，阳光开朗，你就是快乐小狗啊！我回家做了一下，发现我是指挥官。说实话有点不满意，然后我又做了几遍，直到做成了快乐小狗。我甚至上网查了一下攻略，怎么做能够成为快乐小狗。我现在就是快乐小狗，有可能上升是指挥官。人说不准，你知道吗？一直以为自己特别开朗，直到去年发生一个事，然后改变了对自己的印象。去年我去剪头发的时候，剪着剪着，理发师跟我说：“小北你有点不对劲儿啊，你好像斑秃了。”当时我第一反应，我说你剪错了就剪错了，你说我有病是有点过分了。拿镜子给我一看，确实有点掉了几块啊，那个脑袋呀，就怎么说呢，有点像被那个机关枪扫过了一样，就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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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你知道吧？这不好笑，突突突突突突突。又来。说实话，当时有点悲伤，你知道，看着镜子里自己，我就在想，我说我不是快乐小狗吗？合着狗是斑点狗啊？看着头上那几块空白，我就在想，我说这是什么呀？为什么会出现我身上啊？为什么我头顶会出现麦田怪圈啊？就怎么能那么整齐的掉一大片呢？我平常也掉头发，但是都是特别均匀的分布在各个地方。这次掉的也太集中了，感觉跟商量好的一样啊！有根头发就说，他说哥几个，我准备出去创业了，有没有人跟我去爱奇艺？开玩笑，开玩笑。而且斑秃那阵子人特别敏感，特别敏感。但凡我们这行业出点事儿啊，就是有网友给我发私信，他说小北啊，你要爱惜羽毛啊。我当时就火，我说谁不爱惜羽毛呢啊？你不懂，是我的羽毛不爱惜我。我后面有点紧张啊，有点紧张，还是去看了皮肤科，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非常淡定，他说现在上海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状况，都会斑秃啊。很多人因为焦虑、压力大。我说大夫不可能，我是快乐小狗。那大夫说：“先生，你不要着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压力大、焦虑，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这个你血有问题，之后可能要做化疗。”我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压力确实有点大。”我就非常着急，你知道，我就问大夫，我说：“哎，我说大夫，我这怎么才能好啊？”他说：“你平常几点睡啊？”我说：“这个平常晚的话就是8、9点，早的话就是12点。”大夫说：“我有点没听懂。”然后医生说：“他说医生这样啊，就是你就这样，你就每天准时11点睡觉。”我说：“1点行吗？”医生有点生气，医生说：“你怎么还讨价还价呀？”我说：“没你这么当医生的，我是诚心想好。12点半行不行啊？不行的话，我去隔壁看看别的专家，你知道吗？”然后医生说，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免疫力下降，然后饮食需要注意一点。然后我朋友就给我推荐什么地中海饮食法，我当时有点生气，我说有点过分了，我这是斑秃还没到地中海呢是吧？我说有没有那种乌黑浓密的饮食法，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地中海饮食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啊？其中有一项就特别有意思，他说，你早上起来空腹喝1小杯的橄榄油，神奇吧？没听说过吧？就喝1小杯橄榄油，然后再吃点生菜，在肚子里面呢搅拌一下。我当时心想，我说这沙拉非得分开吃吗？啊，我说这什么饮食方式？我说这肚子跟个锅一样，先喝口油呛呛锅。我说怎么想的喝橄榄油？我说那玩意儿能喝吗？谁会喝那玩意儿啊？啊，我喝了。我喝了，太难喝了。那次喝橄榄油怎么说呢？就感觉有点挂壁。很多东西放到嘴里啊，一不注意啊，它就滑下去了。吃葡萄滑下去了，瓜子嗖滑下去了，口香糖嗖滑下去了，你知道吗？后来发现啊，这个牙线也没有那么难消化，你知道吧？然后网上还跟我说，他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好是那种饮食清淡、少油少盐、定期运动、适度交友。我说这个生活方式怎么跟狗一样啊？还有些人把自己那个体脂练得特别低啊，就感觉这个人啊特别的柴，你知道吧？我当时一看这人，我说柴犬。而且那些
就体脂特别低的人，我在想那些健身的人真的开心的吗？你们见过那些人吗？体脂特别低那种，跟穿个羽绒服一样。他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健身打比赛的时候，每次都这样。就这样着，我就发现了，我发现健康生活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快乐。后来我就释然了，头发也慢慢长出来了。从今天起呢，我就不做快乐小狗了，我要做快乐小北。谢谢大家，我是小北，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龙猫，欢迎各位。感谢大家的掌声啊！我叫龙包啊，我从小在新疆长大，我其实是，成年之后才来到了内地，我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多数外地的朋友在认识一个新疆朋友的时候，就他们会模仿他们脑海当中我们新疆人说话的口音，就特别的诡异，就是那种，龙包，你是新疆人？哎呦，新疆的朋友们。啊，真的，第一次有人这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说咱俩之间，你更像个新疆人，你像刚吃完烧烤过来的。我还因为这种口音事情发生一些好玩的误会。大学开学的时候，我舍友正在用这种腔调跟我说话的时候，隔壁宿舍有个人来串门，以为他是新疆的，我在旁边就给我逗笑了，我说。隔壁宿舍同学瞪了我一眼，说：“你不要笑话别人口音。”我说：“我笑话了我自己。”我现在在一个网红城市生活啊，但我说实话，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网红”这两个字儿。我碰到这个最奇怪的啊，就是我去年在一个外地演出的时候，当地的一个朋友说：“龙包，我带你去我们这儿最有特色的网红厕所。”哎，我震惊了，真的，这是我第一次不想上厕所而上了个厕所。我来到那个网红厕所，不夸张，朋友们，整个商场每一层都是网红厕所。他给我介绍，他说我们这每一层厕所的主题都不一样。我说厕所的主题不是一样，这是厕所，不是会所吧？他就开始跟我介绍，他说：“哎呀，你听，1楼欧式庭院风，2楼热带雨林风，3楼炫酷夜店风。”我直接就去了炫酷夜店风。哎，我太好奇了，一个厕所能有多么的炫酷？我到了之后，真的到了那个3楼，太像夜店了，就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好像这个夜店装修一半没钱了，改成厕所了。我本来以为就这种网红厕所，它可能就是这种噱头，可能是因为装修比较浮夸，但不是。更让我感觉到震惊的是它的价格。我说：“哎呦，这个装修，这没个70、80万下不来。”我当时说完之后，我朋友说：“你开什么玩笑？这个厕所都是1000万起。”我说：“我当时就笑，我说你开什么玩笑？一个厕所还1000万起？”他说：“这层最贵，2000万。”他把手机甚至掏出来给我看，我就给你们类比一下，这种感觉像什么？就好像现在有个人突然从观众席冲上这个舞台，对着咱们所有人说：“我是超人。”这神经病吧？飞走了，就是这种感觉。就你们知道2000万对于我来说是什么概念？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清明节，我给我爷都没烧这么多。我爷清贫节俭一辈子，我给他烧这么多钱，我害怕他晚上过来托梦。我以为托梦给我一个锁喉，说你这孙子，你钱多烧的。我真的很生气，连个厕所都能够成为网红，就我不红。我还特别讨厌网上那些网红餐厅，我踩了太多雷。我跟你说，我人生当中最生气的一次，我一个朋友带我去一个网红餐厅，他说：“哎呦，这家店开了20年。”我当时心想，我说一家店能开20年，不可能难吃的，肯定有自己的东西。就有人擅长做难吃的菜，就有人喜欢吃这种难吃的东西。我当时跟朋友，我俩顺着地址找到这家店，一进门我还多了个心眼，我说我先观察一下，我看到里面几乎都坐满了，就我很激动啊！我看坐满了人这么多，肯定好吃，就在这吃了。我话音刚落，门口一桌，就大概您这个位置，有正吃饭的姑娘突然拍了一下桌子，我俩四目相对，都是走。我不知道你们经历过这种场景没有，或者你们在网上短视频刷到过这种类似的恶搞视频没有？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笑不出来，
你会懵的。我当时愣在原地，那一刻就怎么跟你们讲？我感觉我不是在一个饭店，我这一脚，我踏进了那种战争大片之中。我迷失了方向，走进了一片区域。突然间有人冲着我说：“快走，走啊！这儿有雷！”我也沉浸在这个剧情当中了。我说：“姐妹，一起走。”我已经踩到了。就当我刚准备离开这片所谓雷区的时候，我突然间回到了现实。我看见有人向我走了过来，服务员手里端了个菜单，在我眼里跟端了一把枪一样。然后他就指着我，他说：“小伙子吃什么？随便点，20年老店。”我当时手一下就举起来，但我反应特别的迅速，我一句话我就应付了他。我说：“咱们这个店是清真的吗？”他瞬间就收起了自己的笑容，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先生，不是的。”我说：“那我们新疆朋友嘛，吃不了这个东西。”好，谢谢大家，我是龙猫，祝大家开心，谢谢各位。躲不过去了。大家好，我是新仔，我是一个单口演员，然后有时候在线下也演一些即兴啊、sketch 啊、影视剧什么的，虽然在台上大家一看我就是属于很放得开的这种啊，但其实生活中我不太擅长和人沟通啊，尤其是追求女生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天赋。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这样，就其实上小学的时候，一个男生想要吸引一个女生的注意力是很简单的，要不你就欺负这个女生。要不就保护这个女生别被其他人欺负。当时我是属于第二种的我是保护女生的。小学那个时候他们欺负女生的方式最常见的就是扯女生的头绳。哎，小美，你头绳去哪了？小硕，你真烦人呐！你快还我！哎，我不还。这个时候我就会站出来，我说：“小硕，你把头绳还给小美。”小欣欣，这儿没你的事儿啊，你给我走开。这句话是小美说的。推东西。那我走。也是那个时候我比同龄人更早的知道什么是高级的猎人。后来初中开学那天，我就发现了我班一个女生一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叫小晨晨，她一看就是那种温文尔雅的小女孩。当时我心想，我完了，我要开始欺负女生了。当天下午放学，刚走出校门，我就看见了小晨晨的背影。我一把冲上去，我一把薅下她的头绳，还没等我说话，小晨晨转身一个大嘴巴子，嘎！毫不夸张一巴掌就把我扇地上了。我靠，不是你干嘛抢我头绳？你用得着吗？你也没有头发。小晨晨真是手劲儿大，说话劲儿更大，这么大劲儿也没想着把我拉起来，我非常的暴力但其实当时感觉还可以。没事，我现在在胡言乱语。然后后来长大一点了就是到青春期了，青春期就开始看一些偶像剧希望就是通过一些里面的一些桥段来学习一些恋爱的技巧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种经典的桥段，就是比如说列车上的偶遇，一个男生上了车，坐在一个女生旁边，一回头发现女生戴着耳机，男孩就说：“嘿，你在听什么音乐？”女孩也不说话，
就直接把耳机拿下来递给他，男孩接过来。巴赫，女孩说你也听巴赫。10集之后俩人就结婚了，就这种故事，特别的离谱，谁能信？青春期的男孩会信。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听了巴赫，听了30分钟之后开始听的周杰伦。我特别喜欢周杰伦，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周杰伦刚出道啊，我天天听啊，在班级下课的时候也听，在走廊里也听。有一天我在走廊里正在听周杰伦的《娘子》，我就发现一个女生缓缓向我走来，我就想起了我看过的一部偶像剧，就是在这种场景里，在教学楼的走廊里，一个男生在转球，转球的意思就是用手指旋转他的篮球，然后一个女生快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就不好意思啊，有把你吓到吗？女生说，确实是有给到一点惊吓这样子。那你想怎样啊？10集之后俩人结婚了。当时我心想，我说，哎，就是这个熟悉的场景啊，我现在必须我要来一下子，但是我没有篮球，我就娘子却依旧每日这一这样留你在那里这我不好意思啊。我没有把你吓跑了。吓跑了啊！反正整个这个学生生涯就是这样啊，非常的不顺利，一直到我青春的最后一天，我大学毕业那一天，我最后一次坐上回家的火车，就是一个普通的车，普通的下午，一个普通的座位。当时我旁边的那个女孩，刚好戴着耳机。我突然就想到我第一次看的那个偶像剧，我心想，没准儿，我之前看的那些东西，就是为了今天在做准备。当时我说我必须得来一下子，我就说，嘿，你在听什么音乐啊？戴耳机听不见我说话。哎，你这玩意儿，哎，能，我，打电话呢。说到这儿，谢谢大家，我谢谢。